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 WSOP 期间参加的这一场买入$777的7人桌赛事。这场赛事呢，其实算是蛮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打到非常的后期，我对这场赛事的记忆点是这样。那我们今年呢，一样参加了这场赛事，我们从 A 组、B 组、C 组，总共有3个组别，后面2个组别呢，分别都打到了前圈，虽然说没有打到很后面，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手牌来跟大家做手牌讲解。那首先呢，我们在 B 组的时候呢，一上桌的筹码量呢是4万，是在2500、5000的状况，7人桌的 UTG 拿到了 KK， 非常好，带有一张方块 K 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手牌资讯。那我们的筹码量有79000，在 UTG 加注到1万。bottom 位的玩家呢有12万的筹码量跟注，大盲位的玩家有15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翻牌是50K 2张方块，底池37500。那我们中了一个顶3条，在多人底池的状况呢，我们就说了我们会有一个混合的策略。我们当下选择了下注37500的底池，选择下注1万。我们的筹码量不多，然后多人底池，我觉得不用下注到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 raise 到3万。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 raise 到3万，他的牌型其实我觉得蛮明确的，就是说如果他是价值手牌的话，应该是比较好的顶队以上，或者是2队。比较好的顶队的话，我觉得至少要是 KJ、KQ， 可能任何的2队，任何的3条。那我觉得配合的炸胡可能是一些双头顺的听牌，或是同化的听牌，是比较合理一点。所以根据这样的范围呢，我觉得我2个都可以。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比较弱的一个队子，或者是2队的话，我可能偏向再加注好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牌相对来讲比较需要担心更多的转牌跟合牌。但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中3条的话，如果转牌直接开个叠牌，他就0%，那我觉得他要炸胡那也非常的好。但如果说今天转牌就算开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同花或者是顺子的组合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合牌击中更好的 full house。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说一定会再加注或是跟注，但以整体的策略来说呢，我觉得如果我的对手是在大盲位，我是有位置的。我们在有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跟注的频率应该都会是稍微高一点点，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所以当下我选择了跟注。这个时候 bottom 位的玩家原本跟注1万嘛，然后他看到加注我又跟注了之后呢 ，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弃牌，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态。然后到这个转牌，转牌来了一张 A， 就是一个如果他是 QJ 的话呢，转牌的 A 就中了嘛。这个时候呢，底池97500，大盲位的玩家过牌。我觉得大盲位玩家过牌的话，它的范围就比较像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有 K 的组合，当然还是有2队的组合，尤其是如果他今天是 K5 2队转牌，我不知道开 A 他会不会过牌。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中了3条，基本上他的什么牌我都不用担心嘛。这个时候底池97500，我只剩下39000，就是接近不到半个底池。那当然就是很简单，我们就 all in。那这个时候大盲位想了一下之后呢，他选择跟注。大盲位的牌是 KJ 黑桃，就是他中了一个 K 的顶队，所以呢合牌他只有4个 outs 嘛，就是 Q 的顺子听牌的机会。合牌呢开了一张方块7，所以我们成功的筹码翻倍。下一手有记录的手牌呢是在4000、80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 UTG 的一个对手选择加注到21000，21000大约是2.5个大盲再多一点点啊，算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加注。这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我有24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96黑桃。那我觉得第一个96黑桃，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如果说是96不同花的话，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尤其是对上大尺寸的加注。我觉得跟注还是一个预设的策略范围里面。反正呢是一个单挑的底池，单挑翻牌是369 2张方块，我们中了顶2队，底池54000。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大尺寸的下注36000，底池54000，他下注36000。那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低的牌面，大尺寸的下注其实是合逻辑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比如说9的顶队或者是1对11对 J， 他不希望透过小尺寸的下注让我很轻松的看到转牌跟合牌。那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的逻辑是 OK 的。重点是我们中了2队，我们的直觉呢当然就是一个高频率的加注，低频率的跟注，所以我当下选择加注到85000。我觉得这个筹码量没有必要加到更多，我觉得甚至可以再加的更少一点，但是36000我加到85000，其实算是蛮小的一个加注尺寸了。这个时候他想了一下，他选择跟注，然后呢转牌开了一张83698，这个时候底池已经224000哦，然后我的筹码量应该说有效筹码量剩下8万啊。我想了一下之后呢，他比我少嘛，他只有8万，8万就是不到半个底池，当然我们就 all in 了。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跟注，然后他是 Q10不同花，所以他在转牌有一个卡顺，但我是不知道他翻牌在跟什么啊，就是369，然后跟了一个 Q10不同花，合牌当然就没有意外，合牌开一张2，所以我们就淘汰
了一位玩家。那我就觉得这种赛事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玩家，我也不知道他转牌为什么可以跟，而不重点啊，重点是我们赢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此时呢，我们剩下的玩家人数大约是380位玩家，然后这场赛事呢是358位玩家进入前圈，也就是说稍微接近前圈的一个状态。当下的盲注级别呢还是4000、8000，这个时候弃牌到我在8成位，我有44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10不同花，选择加注到16000。大盲位的玩家有3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翻牌是722，两张梅花，底池44000。这个时候大盲位的玩家过牌。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过牌策略，也会有一个下注的策略。那我觉得如果说接近前圈的话，我的筹码量比较多，我预期会看到非常多的弃牌的频率的话，那我觉得持续下注其实是 OK 的。我选择下注15000，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这个时候转牌来一张 A722，两张梅花，转牌来一张 A， 也不是同花。然后这个时候呢，底池74000，大盲位又过牌。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我的 A 的下注，我会希望我的踢脚是用得到。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他也有一些什么 A 叉同花的话，我的范围里面当然也会有 A 叉同花，也会有 A10不同花这样的手牌。那我认为大盲位的对手里面，他的范围里面也一定会有一些 A， 尤其是踢脚比我更弱的 A。所以转牌的话，如果我是更弱的同花 A， 踢脚用不到的，比如说 A3到 A6， 那我应该都会过牌。那我觉得 A8、A9 可能会是一个混合策略，但我觉得 A10以上呢，应该都会是一个高频率的下注。当下呢，我选择下注3个底池，74000的底池，我下注370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很快的跟注，合牌来了一张叠牌722A7，非常诡异的一个双叠牌的牌面。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又过牌。那我觉得当下呢，我就在想这个状况，差别就是合牌可不可以价值下注？那我的直觉其实告诉我是不行，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大盲位有所有的2，他的范围里面他很有可能都会跟注。那他在转牌，他如果能够跟注的手牌，他要么就是有 A， 他要么就是有7。我觉得他光是一个单纯的同花听牌，应该是不能够跟注，除非他是一个 combo draw， 比如说3-4-4-5-3-5梅花，那我觉得有机会。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同花听牌都没有中，而且合牌也不会跟注，转牌也不会跟注，所以我觉得他范围里面啊，就是有2、有7或是有 A。那我觉得以2跟7的组合相加起来，其实已经算是一个不少。再加上我觉得说靠近前圈，我们就说了，他甚至有没有机会有 AJ 不知道。问题是在于说，他如果有一个更弱的 A， 他会不会抓炸？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所以我觉得以整体来说，他的组合2跟7的组合绝对是相当多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决定还是保守一点，我们直接到摊牌就好了。这时候我选择过牌，然后大盲位的玩家他开牌，他是 A2不同花，所以他在转牌就中了 full house， 合牌开的铁牌7嘛，那当然他的预设策略应该是高频率的过牌，所以这手牌我觉得双方都没有打错，也都没有问题。这手牌让我输了一点点筹码，没有什么关系。下一手牌呢是刚好进入到了前圈之后，到了5000、1万的盲注级别，7人桌，那我有50万的筹码量，非常多。那我到这张桌子的时候呢，我是桌上排名第2多的一个筹码量。这手牌呢，我在 UTG 拿到了1对10，加注到了2万。大盲位呢，就是桌上唯一一位比我多筹码量的玩家，他有60万，他选择跟注。翻牌是196，彩虹面一张方块非常的好，我们中了顶3条，底池55000。然后这个时候呢，他选择过牌。那我们持续下注选择的尺寸呢，我觉得可以有2种，一种是小尺寸，一种是大尺寸。那如果说我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我的66跟99可能偏向会选择大尺寸，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阻挡了顶队的跟注范围，尤其是当我们今天选择大尺寸，我们希望被更强的顶队跟注。那我们今天拿了2张10，基本上它有10的机会很少，它要么就是一些比较弱的对子，或者是一些顺子听牌这种比较弱的范围的话，基本上大尺寸下注我们是很难赢到更多的价值。那我也不大担心更多的转牌跟合牌，我们都中了顶3条，所以我觉得预设下注尺寸可以有2种，1/3或是2/3。根据我的当下的手牌，我可能会做一个选择，原因是我们2个都是深筹码。如果其中一位是短筹码的话，那我应该是全范围的1/3这是一个
细节，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一个1/3。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跟住，转牌来了一张方块 J， 就是一个后门同花听牌，然后同时19/6 turn J 嘛，所以潜在是不是有一些顺子的组合？当然有，比如说 KQ 或者是7/8的话是翻牌就中顺子啊，当然这也在大盲的范围内，这是都有可能的。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是赢多输少，应该说是赢非常多，输非常少。这个时候呢，底池95000它过牌，那我觉得在转牌呢，我们的下注尺寸，第一个就是只会有一个大尺寸，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筹码量非常的多，再加上我觉得这个转牌其实它就告诉我，它在这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中队或底队，当然还有少部分的顶队，当然有可能这个时候这个转牌 J 很有可能会带一些顺子听牌，我觉得都有机会，比如说 Q9 啊、J9 两队啊，甚至是 K9 啊都多一个卡顺啊，甚至是8、9啊都变成双头顺的听牌，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这种对子带双头顺的听牌的时候呢，我觉得转牌我下注一个大尺寸，它都会继续的跟入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赢更多的筹码。所以呢，这个时候底池95000，我选择下注7万5，大盲位竟然 raise 到25万，那我觉得 raise 到25万，基本上它就等于是 all in 我的意思嘛，因为我下注7万5，总共只有45万，那我觉得它 raise 到25万，第一个是我们绝对不会弃牌，那我们的选择只有跟注或者是 all in。那我觉得跟注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会持续的炸胡，他在合牌他想要炸胡的手牌，但我觉得当下就是我觉得他加注到25万的手牌，他不管是炸胡我 all in，他都会继续的跟注，或者是他有牌比我弱的牌或比我强的牌，比如说任何两队任何的顺子，我 all in 他都会跟注。那我觉得差别就是说，今天在合牌如果开了一些后门同花，或者是后门4张成顺的机会，我有机会会少赢。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是两队，当然我们双方都不会下注，所以我觉得我要评估说我在转牌 all in 的，基本上我认为他不会有弃牌率，那代表是说我赢的牌的组合有没有比输的牌还要来得多嘛？当然我们所谓的正 EV 就是我们希望赢的组合多，输的组合少。当然他一定会有顺子的组合，但是他一定会有转牌的两队或者是翻牌的重 set， 我觉得都有机会翻牌扣一次转牌，他觉得开了90J 了，他不想要合牌看什么 K 啊、Q 啊、8啊、7啊这种一张成顺的一个组合嘛，所以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还是有任何的两队跟3条的时候，我一定是赢多输少啊。这手牌我用 POSover 看过，也是觉得是正 EV， 所以我当下呢，我决定直接 all in， 基本上他加注到25万，我 all in 45万，基本上他一定会跟注啊。他会加注的范围，我觉得都必须会跟注。他如果是一些听牌的炸胡，他也会跟注，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听牌炸胡的组合基本上都会是 combo 做，尤其是转牌开张方块嘛，所以他有很多翻牌的假设，今天是什么 A8方块有一个卡顺转牌，对不对？变成是双头顺带 A 花听牌，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觉的炸胡。那我觉得对上这些转牌加注到25万，我 all in 45万，他都一定要跟注。讲了这么多他的范围之后呢，我 all in，然后他是 Q8 中正子。好，那这个时候也没关系嘛，因为我们就希望合牌开什么？开叠牌，然后合牌开2。还有是唯一一个筹码比我多的玩家，所以呢，我们一猜说我们有50万的筹码量，非常多的筹码，然后就一把牌，一个底1100万，那我们就淘汰出局。所以呢，我们获得的奖金呢，大概是2倍多一点啦，反正就是 min cash 嘛，大家都知道，最少的钱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啊买入777的7人桌锦标赛的赛事手牌讲解第一集。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拜拜。